各位老师好，今天的单元是要告诉各位如何合法使用网络上搜集而来的资讯素材，避免违法盗用的侵权情况发生，让您的讲义内容既丰富又安全。今日课程提要：二不一要的原则，各类型素材包含文字、照片、影片的引用注意事项，实用参考资料提供。在运用网络素材时，如果能事先掌握以下二不一要的大原则作为判断基准，那就能够轻松地避免侵权问题。不用来路不明的素材，像是作者不明、过度转载的素材，在使用上有一定的风险。不用来自论坛或部落格的素材，论坛或是部落格的资讯量很大，但通常没有明确的出处，除非可以确定是部落格版主自行创作的素材，否则不建议使用。要明确标示出处来源，以尊重所有权人。使用素材上尽量找出原始出处，并且要标示出清楚的来源，如作者、书名出版年份、引用页码等等。文字是老师课堂授课的基础，如古典诗词、近代学者的研究、各单位统计的数据等等。古典诗词由于年代久远，有些作者甚至无法考证，这些作品已经归入公共领域所有，老师们可以自由运用。如果是近代学者的研究或者是统计数据等等，基本上是以直接向著作权人申请授权为主，这样比较没有法律上的风险。但如果不清楚作者是谁，或联络信件一直没有下文，则可以看引用内容的重要性以及引用多寡，改采合理使用来进行解释。但这个方法风险较高，使用上必须特别谨慎。为了课程的丰富程度以及解说上的方便，老师们常常会加上说明的流程图、示意图、插图，或者是和课程相关的照片。流程图、示意图等，我们会建议由老师或助理以相同概念但不同表达方式的方法来重新绘制。插图的部分在这里推荐网站来供大家参考，网站上面的图片都已经经过作者上传，并且释出著作权，以一种共享的概念分享出来让大家使用。Flickr 以及 Photopedia 上面都有不少由作者创用 CC 释出的照片，只要依照释出的方法使用，就可以省去请求授权的麻烦。另外，目前网络上面也可以找到许多摄影者的相簿，这类的相簿资源可以容易找到原始作者，能够轻松的向他请求授权。在不大量使用图片的前提下，这些作者通常也会愿意提供老师作为教学上的辅助使用。现在网络上的影片以及音乐分享网站很多，但由于上传者往往没有查明来源就随意上传分享，因此网络上的影片以及音乐都不建议在课堂上或讲义中使用。一般来说，影片和音乐的素材都必须要向出版公司请求授权之后才能够使用，不过这当中的商业利益太过庞大，截至目前为止，愿意免费或者是低价授权的案例并不多。除此之外，近年来网络上也有一些将音乐创用 CC 释出的网站，如 Jamendo 和 SoundCloud。这些网站音乐以简单的素材为主，大部分是环境的声响或者是一些动物的声音等等。虽然内容不算太多元，但由于它释出的方法比较明确，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接下来提供各位一些实用的参考资料。今天的课程我们提供了针对网络素材使用的二不一要原则，以及各类型素材的使用注意事项和几项实用参考资料。只要把握以上的重点，各位老师日后在网络素材的选择和引用上一定会更加得心应手，并且能够有效避免不当使用的情况发生，您的自身权益也能够更有保障。